什么10级？嚣张的日本空手道冠军来中国踢馆，叫嚣道：“中国武术都是女人练的娘们拳法，没有任何实战能力，日本空手道才是世界第一。”面对日本人的嚣张态度，太极拳传人韩飞龙霸气出山，用真正的太极功夫打得日本选手哭爹喊娘，临门一脚更是精准无比，当场让日本选手断子绝孙。他是太极拳大师王占军的关门大弟子，他将太极拳中的4两拨千斤体现得淋漓尽致，灵活飘逸的八卦连环腿把每一个来犯之敌打得措手不及，斩于马下。他就是太极拳传人韩飞龙。但即便韩飞龙实力强劲，但依然有不要命的小日本子前来挑战他。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中国传统武术太极拳大战日本空手道的精彩对局。在世界武术上，最出名的便是我们中国武术和日本空手道。数百年以来，到底是中国武术更能打，还是日本空手道更强啊？关于这个话题，那是争议不断，吵的那是天昏地暗，看好哪一边的都有。好，这场比赛我们注意看，红方选手白色长裤，太极传人韩飞龙，而蓝方选手便是来自日本的空手道大赛冠军招仓丰树。赛前表示，我们中国武术都是花拳绣腿，女人练的娘们拳法，没有实战能力。更说他们的日本空手道是世界第一。我们注意看他一脸嬉皮笑脸，比赛开始到现在已经多次挑衅韩飞龙了。而韩飞龙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他是稳扎稳打，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慌乱。招仓丰树是什么样的表现？怪不得韩飞龙穿着这样一个长裤，对，很有特色的这么一种中国传统的这个太极拳这个风格双方上来之后呢，我们看这个招仓丰树我们发现招仓丰树还是在做一些对，是个后跟下踢连续的组合拳很漂亮招仓丰树逼到了这个绳脚。注意看，贼眉鼠眼，一脸贱笑。面对韩飞龙的强势猛攻这个家伙非但没有怯懦，而且反而嘲笑韩飞龙，表示我无所谓我没有受伤。哇，这个小日本的确很狂因为韩飞龙很年轻，他22岁，他并没有把韩飞龙放在眼里。后者直拳接前腿的高手，韩飞龙及时躲过去了，然后这个动作太戏剧化了。招仓丰树的一个失去重心，用力过猛，失去重心，滑倒了。看招仓丰树，正蹬。今天这个招仓丰树，我看他的手拿的很低，正蹬，然后正蹬刚好赶上这个韩飞龙往前冲的这么一个态势，就是加上你单个支撑腿不稳，然后于是起正蹬的时候被韩飞龙给冲倒了。我们中国传统武术太极拳最为讲究的便是4两拨千斤，以柔克刚。对方这个小日本子冲得越猛，上得越狠，我们韩飞龙的反击也就越来越猛。好，你看，对方只要稍微一上步稍微冲过来，韩飞龙会立马化解。别看韩飞龙很年轻但他毕竟是名师出高徒，师傅很厉害，那徒弟自然错不了。而韩飞龙最为拿手的八卦连环腿，目前还没有用好，明白。下劈。请问董老师，下劈这个动作是来源于哪一种？跆拳道应该是跆拳道里面的下劈，因为在自由搏击这个比赛当中，下劈力道比较大，势大力沉，而且。比赛最后1秒，韩飞龙的八卦连环腿亮了出来，潇洒飘逸的同时又不失刚猛，这就是韩飞龙的腿法。好，接下来看一下两名选手第2回合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韩飞龙的动作质量，无论是他的防守方式，还是他的出动作的这个路线以及速度力量来看，而且还有包括观赏性。对，这个韩飞龙的动作非常漂亮。对。这是招仓丰树做正蹬没有起来，没有完全发出力量，摔法是不得分的，不计入这个裁判评判的一个依据。
这是发生了什么？刚才是招仓丰这种裁判看招仓丰这个膝盖啊起的有一些过于靠近韩飞龙的裆部，所以裁判要提出来要注意一点。现在这个日本的空手道冠军啊，招仓丰树已经完全懵了。他的每一次凶猛的进攻，每一次出招，每一次出拳出腿，都被韩飞龙啊轻松化解。我相信现在对方肯定是懵的。我们看，又一次像摔一条死狗一样把对方摔倒地上。现在只要对方一出腿，就会被韩飞龙啊立马放倒在地。如果来到内围之后，也会被韩飞龙摔翻在地啊！反正是无论怎么打，都打不过我们。一会趁他打拳发力之前呢，自己的整个重心压在前腿上。韩飞龙刚才的目的是想少提他这个支撑腿，让他这个失去平衡，但是没有成功。肌肉的线条哈，包括肩部的三角肌，然后肱二头肌、肱三头肌都非常明显清晰。现在这个小日本的招仓丰树啊，已经是急得不行哦，漂亮，劈挂腿，没错，大脚踹脸。扇小日本子的耳光啊，千万不能用手啊，因为那只会脏了我们的手。用脚刚刚好，好漂亮，又一次放倒在地。就目前来看，日本的空手道在我们中国传统武术太极拳的面前啊，观众朋友们完全没牌面，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这场比赛就像是一个正常人打一条疯狗一样啊，对方已经完全失了风了。我们看，他就是想疯狂的进攻我们，但他不知道的是，他打得越猛，我们韩飞龙的反击啊就越厉害，这就是借力打力。好，第二回合比赛结束，那目前前两个回合韩飞龙啊都是优势满满。我相信群众的眼睛啊都是雪亮的，那到底谁的功夫是娘们拳法已经很明显了。对方啊就像是一个发疯的娘们儿啊，不讲道理，与其说是拳法，更像是挠人。接下来看一下太极拳和空手道到底谁能够决出胜利。决胜局非常友好的抱了一下。韩飞龙连续的组合拳，但是落空。是的，哇，现在这个非常精彩。招仓丰树一个直接跳起来的一个膝盖的攻击，但是被韩飞龙摔倒了。转身后倒踢到裆部。这个是很痛很痛的。转身的后摆腿是应该从他出腿的这个角度来看，应该是直奔这个招仓丰树的大腿的。观众朋友们，这一脚我只能说呀，踢得好，踢得妙，踢的是呱呱叫啊！这帮侵华战犯的后代就不配再有后代。我觉得啊，从此以后断子绝孙没什么好说的啊，很好，非常好。我也希望我们的中国选手多学一学啊，多学习啊韩飞龙的这一招啊，断子绝孙脚，让这帮小日本的尝一尝痛苦，让这帮小日本的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继续进行。双方呢之前的比赛呢动作都非常大，所以就导致双方很容易抱在一起。连续拳法组合进攻，但是被这个招仓丰树抱住了。又是一个左身踢。刚刚红方选手这个是超人拳啊。这个日本选手一个飞起来的一个飞膝啊，非常危险。但是韩飞龙一个侧身的闪避啊，但是也还是很危险，刮着下过去了。第三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双方的比赛啊，基本上已经可以板上钉钉了。让你转，让你转。小日本子活还不少啊，还会转身边拳。学什么转身边拳啊？你干脆学中文啊，学习啊，这个中国身份证怎么领，将来啊好做好准备就行了。这两个选手打起来场面很多戏剧化的场面，观众也此起彼伏的响起一阵阵掌声。这是一场非常有意思的比赛。
们的日本选手在场上的这种表现呢，非常的放松。连续的组合拳接一击。哇，刚刚这一套组合拳法，我相信屏幕前的您呢，看的肯定是非常过瘾。您可能会好奇，这太极拳法不都是很软很柔的一种拳法吗？为什么这么猛？韩飞龙的太极拳和其他人不同，他是实战派，他将太极拳和自由搏击结合到了一块儿，这是一个刚中带柔、柔中带刚的独特打法。最后10秒。再一次左旋踢，再一次亮了一个绝招，但是没有成功。好，比赛结束。好，双方的比赛终于结束，相信这场比赛的结果，观众朋友们已经是不用猜好，双方的比赛终于结束，相信这一场对局双方选手的结果。双方这场比赛终于结束，相信这一场比赛的结果，观众朋友们已经是有数了。没错，对方在韩飞龙的面前根本没法打。好，双方这场太极拳大战空手道的对局终于结束了。我们经常说是骡子是马，我们牵出来溜溜不要说谁强，打完一场我们就知道了。那很明显，本场比赛韩飞龙是毫无争议的吊打对手，让我们恭喜韩飞龙。很精彩也为我们中国武术证明了，也是狠狠地打出了我们中国人的气势。好了，比赛到此为止，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他是格斗擂台最飘逸的武者，看他的比赛，你永远不会感到无聊。一招从天而降的腿法，让人防不胜防。灯笼超人拳、翻滚舍身踢、弹簧式飞膝，别人会的他都会，可他会的别人绝对整不来。他就是来自于巴西小镇图库马的米歇尔·佩雷拉。12岁起，他便把空手道的韵律融入到了他的血液，巴西柔术的柔韧又为他披上了不败的战袍。而真正让他独树一帜的是那融合了杂技、打击与舞蹈的神奇武术——卡波耶拉巴西战舞。今天就让我们通过比赛来回顾一下米歇尔·佩雷拉这位巴西最后舞者的职业生涯。在职业生涯的前3年，他便取得了11胜4负的不俗战绩。在21岁时，加入到了巴西本土的 XFC 赛事，并以2场出色的表现收获了大批粉丝。在巴西本土站稳脚跟之后，米歇尔·佩雷拉便开始环游世界，走向国际擂台，并征战欧洲擂台时获得了 SBC 的次重量级别冠军。51秒降服对手的惊人表现，也让他收到了韩国顶级赛事路德 FC 的盛情邀请，而且首场比赛就为他安排了年轻且战绩不俗的韩国本土选手海俊作为他的对手。而这一场比赛，米歇尔·佩雷拉也毫无保留地将巴西战舞完美地展现出来，把现场的观众都看到目瞪口呆。有时你根本分不清佩雷拉到底是在跳舞还是来打拳。对手也被他各种招式看得眼花缭乱，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자, 공격 많이 허용하는 양현종 리킥. 자, 페레라 경기의 마무리입니다. 最终这场比赛以几乎碾压的姿态，在第3回合的3分21秒，佩雷拉 TKO 了韩国本土选手海俊。回顾这一场比赛，手长脚长的天生优势，再加上潇洒飘逸的巴西战舞，让这一场比赛成为了佩雷拉的个人表演秀。佩雷拉带着20胜8负的战绩，开始寻求更大的舞台。他收到了来自塞尔维亚 SBC 的赛事邀请，佩雷拉毫不犹豫地签下了合同，与不败冠军杜什科托多洛维奇开展了对决。对方作为这个赛事的冠军，实力自然不俗，所以说佩雷拉的巴西战舞3板斧在他面前通通失效。最终这场比赛在第1回合马上结束时，佩雷拉被对手无情地打开了防线，最终以一连串的连续重拳结束了战斗。尽管输掉了比赛，但之前的老东家韩国的路德 FC 却为他开出了更大的合同。在2周之后，佩雷拉再次站上了路德 FC 的赛场之上。这场比赛他的对手依旧是韩国本土选手3胜1负的琼俊。Around the
back foot, then he punches. Kind of unorthodox thing. Whipped him. Yeah. 这场比赛简直就是大人打小孩，完全没有任何悬念。 Yeah, he got off. 最终这场比赛，米歇尔·佩雷拉创造了职业生涯当中最快的 KO 纪录。他不仅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欢呼，而且还在赛后连续完成了3个后空翻的庆祝，令现场的气氛彻底沸腾起来。在2个月后，佩雷拉再次对战韩国本土选手4胜5负的金大勋。虽然说比赛开始，金大勋的进攻状态非常的积极，但丝毫不影响佩雷拉向观众继续展示自己华丽的作战风格。Big heavy shots. Oh, Barry just jumping in there. Long, wide open. Oh, it's the back flip. That's 这场比赛，佩雷拉再次展示自己从天而降的腿法。 Knocked down onto a chair with one of those lunging punches. Very. He's just edging his way forward. No, he gets knocked down. He's getting surprised. Whoa. Nice move by Taezong Kim, keeping him off. And another one. 佩雷拉很清楚现场的观众想看什么，所以他便用起了各种夸张的招式，不断进攻对手。 Unorthodox rider. Nice overhand. Cover up. Nice right hand by Pereira. And a flying knee. He's got a hold of his head. Whoa, big knee kick. Distance is just. Oh, a big right hand. Yeah, that distance This is really. bad. Oh, this is not That's good. it. That's Wow. 最终这一场比赛，由于双方的实力水平差距实在太过巨大，裁判只能终止比赛。佩雷拉又一次在韩国完成了一场完美的个人表演。如此特别的作战方式，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因此也吸引到了全世界最大的综合格斗赛事 UFC 的特别关注。25岁的米歇尔·佩雷拉和 UFC 正式签下了合同。在2019年5月，他开始了自己的 UFC 首秀。他的对手是有着5胜3负的英国选手丹尼·罗伯茨。 He's showing some well-roundedness. He gets cracked there. There we go. Wow. I mean, to his credit, taking it. Oh! Flying knee. Michel Pereira. 最终这一场比赛在第一回合仅用不到2分钟，佩雷拉用一记惊为天人的飞膝，赢得了职业生涯当中首场 UFC 的胜利，并获得了当晚的最佳表现奖。然而，米歇尔·佩雷拉的 UFC 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的下一位对手是前路德 FC 的冠军特里斯坦·康诺利。比赛还没开始，佩雷拉便跳起了霹雳舞，然而这一切都被对手看在了眼里。比赛开始后，佩雷拉用他一贯的方式，用超人拳戏耍对手，各种华丽的招式更是应接不暇，满场追着对手跑。 Punch off the fence. Oh my goodness! What in the world is happening? He's got Conley a little free too. Whoa! My Lord, guys! Oh my goodness! If you're gonna break somebody, oh, big knee. Body shot to right hands. Nice right hand by Tristan Conley. Him to try to get his own takedown. Performance by both of these guys. The Tristan shots. There's the horn. 尽管这场比赛佩雷拉的表现非常的出色，但效率相当之低。对手康诺利通过持续的地面压制和缠斗，成功的在战术上克制了佩雷拉，最终给这位初来乍到 UFC 的巴西舞者上了一课，以一致判定的方式送给了米歇尔·佩雷拉 UFC 的首场失利。这一次的失利让米歇尔·佩雷拉吸取了教训，在5个月之后，他再一次重返八角笼中。这一次的对手是来自美国，绰号噩梦的迪戈·桑切斯。没有想到比赛一开始，对方竟然在关公面前耍大刀，玩起了腿法。然而这一幕也彻底惹怒了佩雷拉，接下来就是对对手的无尽追杀。Barrett finishes with a knee to the body. And another one. Immortals. Runs forward. Another chance there. Good job of reeling himself in. Diego just. Oh my goodness. If you're gonna break somebody, oh, big knee. Body shot to right hands. Go, flying knee. Takedown. Yeah, up kick. No, that's legal. Whoop. 然而，随着比赛优势越来越大，几乎胜券在握时，心急的佩雷拉犯了一个致命的失误，在对手倒地3点着地的同时，给予了对方一记重重的头部袭击，这一下让对方额骨大开，鲜血直流。
最终佩雷拉被取消了比赛资格，自动判定对手获得胜利。这一战仿佛是上天给他开了一个玩笑，但米歇尔·佩雷拉并没有就此气馁，反而是更加训练刻苦，主动求变，不断强化自己的作战方式。在2020年9月，他被安排对战俄罗斯选手扎利姆·伊马达耶夫，两个人在称重仪式上便发起了冲突。伊马达耶夫当众扇了佩雷拉一个巴掌，佩雷拉也当众承诺一定会在8角笼里完成复仇。You're 14 and a half minutes into a tough fight. Oh, yeah, your lungs are burning right now, man. Everything hurts. Oh, good jab down. Oh, another video. He's turning it up, John. Oh, and he cooperated there on right frame of mind. Oh, my goodness. Oh. This is crazy. Who wants it more?But I mean, there's a minute left, Paul. It's not that. 仅让佩雷拉走出了失败者的行列，还获得了当晚的最佳表现以及5万美金的花红奖励。这一晚，他可谓是名利双收。这一战结束之后，米歇尔·佩雷拉并没有停止自己前进的步伐。于是，在2020年，他被安排对战了拳坛重炮手凯林·威廉姆斯。对手在最近的2场比赛当中都用炸裂的重拳 KO 了对手。这一场比赛对于佩雷拉来讲，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Before bursting into the UFC in 2019, heavy hands from. Ahora pierna derecha abajo. Shaw. Oh! Against the fence and then when it goes. No, it's a run. Ahora pierna. Shaw. Oh! Against the close round. Nobody land much. Close round. Neither guy's really taking advantage. But if I was good, abajo. Try to go chase something from the southpaw stance. Does not get countered. Abajo. Busy on the ground here as Williams tries to fend him off. Big statement made through the final minutes. Couple of takedowns. 最终这场比赛，佩雷拉兵不见血刃，以判定的方式赢得了胜利。虽然说追逐梦想很重要，但成家立业也是人生大事。于是，在2021年，佩雷拉暂时告别赛场，因为他决定和一位珠宝店的女老板结婚。但是在那一年的夏天，他还是无法阻挡赛事方对他发出来的邀请。这场比赛，他的对手也是一位强敌，人送外号“美国 KO 专家”尼科·普莱斯。他的摔跤和控制能力极强，其终结能力更是高得离谱。Corta la distancia ahora. Impresiona otra vez. Nico Price que le cuesta buscar las piernas para encontrar el derribo. Y eso lo hace. Esa es la palabra, impredecible. Ahí conectaba bien otra vez con el jab. Ahora pierna derecha abajo. Bueno. Vamos a ver, ahí va de nuevo. Tremenda mano derecha ahora de Michel. Bueno, va a terminar este primer capítulo. Está ahí en el brasileño. Cuidado. Ahí está. Este es el show de Michel Pereira. Mortal hacia atrás y queda en la montada. Ahí va de nuevo. Excelente trabajo. Tampoco que castiga a Michel. 尽管在第3个回合佩雷拉体能不支，被普莱斯穷追猛打，但前2个回合还是佩雷拉拿到巨大的优势。最终佩雷拉完成了这场艰难的战斗，并以一致判定的方式赢得了胜利。原本佩雷拉的下一场比赛是要和散打沙皇穆斯里木来一场精彩的史诗大战，但最终因为特殊的原因，不得已只能更换对手，最终被安排与14胜3负的葡萄牙选手安德烈·菲利奥进行一场对决。There's also the issue of his nose. He's bleeding from his nose. Slow down a little bit. Andre's doing a very good job of staying in the pocket too. Split from Pereira after. He made Pereira grapple with him a lot, and it exhausted him. 在第1回合吃瘪的佩雷拉，在第2回合一改颓势，又开始了自己飞天遁地的技能。There it is. Beautiful stuff by Pereira. Oh God, head basket. Oh, there he goes. Oh my God. Counter left. Oh, another one. Get back to the center of the Oh arm. boy. Superman punch off the fence for Pereira. Get some real damage there, and there's another shot to the body. 在第2回合比赛结束时，对方已经眉骨大开，伤况极为严重，但是仍然没有认输，要和佩雷拉一战到底。Oh, expand that last round. Oh, look at that front kick again. Debuts, and we have had so many impressive performances. Andre Fialho
Oh, they're throwing down at the end here. 最终这场比赛经历15分钟的大战，佩雷拉以压倒性的胜利战胜了对手，豪夺 UFC 的3连胜。为了冲击更高的排名，向冠军再迈上一步，佩雷拉迎来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场对局。他对战了排名前10的人气选手阿根廷一哥圣地亚哥彭兹尼比奥。彭兹尼比奥在这个量级有着最漂亮的拳法，并且在 UFC 巅峰时期曾打出过一波7连胜的豪华战绩。 Oh boy. Right hand. And he's hitting. Yeah, nice body shots. That Nice kicks kicks. out health kicks. If you need him to fight like this, Oh! That's 3 big left hands this round for Ponzinibbio. with Montenegro Oh. outlanding, it looked more like the fight that we thought we would see. Very nice take the kid there. Oh, now a big right hand for Pineda. Oh! Gonna come down to the line, I think. Oh! Set that precedent right now where it's like, okay, we... Oh! Big left hook for Ponzinibbio, follows it up with the right hand. Nice go. Ponzinibbio got stuck there on the way in. 30 seconds now to go. 30 seconds left. Oh, man, they're in a dogfight now. John. Oh, and he caught Pineda there on the way in. Final seconds of what has been an absolute war. Santiago Ponzinibbio and Nish. 这场比赛最终双方从头打到尾，为观众奉献出了一场极为精彩的视觉盛宴。如此激烈的比赛，就连裁判都很难去判罚，最终以分析判定的方式把胜利给到了佩雷拉。与彭兹尼比奥一战，佩雷拉就像被打开了任督二脉一般，在接下来的 UFC 比赛当中豪取3连胜，而且每一场比赛都是1分钟秒杀对手。至此，巴西舞者米歇尔·佩雷拉已经在 UFC 拿下了7连胜的豪华战绩。这位巴西舞者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冠军发起冲刺，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一定会成为世界冠军，给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更多的震撼。漂亮！我直接一个，张伟轩直接一个跳起来，高手。在格斗擂台上，经常有些不自量力的日本人喜欢来中国踢馆，他们一个个耀武扬威，有的肩扛50刀，有的身穿白色道服，还有的口歪眼斜，摇头晃脑。很多时候，中日双方在比赛还没开始，就有极大的可能性会大打出手。在拳击擂台上抗日，可谓是一项技术活。你不仅要有实力，还要有孤注一掷的决心。但要是说到抗日高手，还得是贵州好汉张美轩。他拿捏日本人就像喝水一样简单，出道几十年，从未有过一次失手。张美轩第一次对战日本选手是在2016年对战日本悍将田村纯，光是看张美轩的眼神，就感觉他要生吞活剥了对手。比赛刚一开始，小日子就嚣张到了极点，仗着自己有身形和臂展上的优势，就一直在做单臂大回环的动作，嚣张挑衅张美轩。这场比赛呢，确实很难打，而且对方的反应啊、移动速度啊都很快。对，我们看这场比赛啊，就是日本选手张美轩的这个，到现在为止，双方都还是相对比较谨慎的。两人还没有真正放开来打。不过对方这个战架很奇怪啊，很散。对，这个两人今天很松散，两个人有点像。是飞机。日本选手示意说没有事儿。但是这个日本选手意识很好啊，张美轩刚刚有前腿动作，这是后腿。日本选手田村纯的这个后手反击啊很迅速。对。在比赛第一回合马上结束时，张美轩将小日子压推至角落，看准时机，干净利索的爆杆拳法直接打在对方的腹部，随后在电光火石之间疯狂的补刀，没有给小日子任何翻盘的机会。这样杀的优势后手拳有击中，好，继续前进，正面打拳，手臂没有来到终止比赛了，结束了一个。紧接着，在2017年，张美轩遇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2个小日子，来自日本的武术冠军儿玉己利人。这一场比赛，张美轩杀气腾腾，快节奏的进攻不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明显是想要速战速决。今天转移非常快啊！现在拿到了一个日本选手，这个双手搭了一个，对，是现在是这样，张美轩的这个头和他的左手啊，现在被日本选手搭了一个手臂的4字扣。KO 胜，自己也想照这样来一个。是，
但是我们经常讲，这么重要的比赛，越是这样，越要把自己的心态压稳。哎，对平常心，做好打满3个回合的准备。对，哎，说的真是如影随形，你一步盲人柔道啊，对吧？盲人柔道的运动员，这个感觉是特别。你看这个接腿的意识多好，多黏。继续啊！这个反在比赛第2回合，张美璇吃到了小日子的重击。不过张美璇没有丝毫的慌张，而是在第一时间给对方一记漂亮的高pin腿，这一脚仿佛一把银月弯刀划过月空，将小日本子踢的是栽栽愣愣。随后疯狂的地面砸拳却未能击晕对手，无奈之下只能使出自己的绝活夺命断头台，成功拿下对手。击啊！对，这个意识很好。哎呦，这个后手不错，又一脚，继续抓住机会，连续进攻。这种还在做动作啊！是啊，抱住了张美璇这条腿，他只要有动作做，裁判就不会完全介入。对，用力的方式是啊，我们看的是手还漂亮。同样是在2017年，张美璇遇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3个小日子——非主流拳王马萨。在发布现场，他就频频挑衅张美璇，甚至还推搡了我们，甚至还扬言他要夺走张美璇的金腰带，为日本人复仇。在出场时依旧是装神弄鬼，骂骂咧咧，甚至还扬言他今天要把张美璇打到跪下喊爸爸，还朝着台下的中国观众大喊我才是冠军。而这场比赛，张美璇也教会了日本选手什么叫做天狂必下雨，人狂必受罚。漂亮！哇，直接一个张美璇直接一个跳起来就高扫。左没有，吹击。张美璇变化很快啊！在拿下了马萨之后，张美璇已经完成了对日3连胜的不败战绩。紧接着，来自日本的拳王金村武孝纪向张美璇发起了挑战。这一次，日本人真的动真格的了。而反观张美璇这一边，依旧是无所畏惧，戴着墨镜，听着小歌，跳着舞蹈。看来他似乎对这个日本人并没有放在心上。好，观众朋友们，这边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注意看，红方张美璇，而蓝方金村孝纪，名字很长，但他的命啊不是很长，具体为什么啊？一会儿看到比赛结束啊，你们就知道了。对方的话是日本的拳王，也是近2年啊，日本综合格斗界啊话题最热的一个人物了。所以说这一次来中国踢馆，日本人对他抱有的期望非常非常高的。好，假装出腿，但是收了回来。张美璇的这个风格啊，就是大开大合。说起抗日呢，很多人喜欢杨建平啊，但我个人的话还是更喜欢张美璇。他的风格呀，这种中国传统武士的风格非常的漂亮。前3场打小日子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可以说呀，无论是拳法还是腿法，都是大开大合，非常的有气势。哇哦，这脚很冷，但小日子的距离把控不错。我们看这场比赛，张美璇要比以往啊，哎呦，这稳得多呀。前面3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张美璇几乎都是一股脑的冲上去，但是今天他稳了下来。哎，什么情况？连补5拳！哇，对方这是送人头啊，把自己的脑袋、自己的脖子送到了张美璇的脚下。那没办法了，那你既然是把脑袋伸过来了，我们不踢也不太好，是吧？让我们恭喜张美璇，又是一场速杀，又是首回合。目前张美璇的话打日本人是4战全胜，观众朋友们，这就是贵州窜山豹的实力。我们看张美璇立刻搭住了对方的肩膀，再问对方：“哥们儿，服不服？不服再打一场。”好，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啊，对方啊，这真是送到了张美璇的这个脚上。其实呢，他是想下潜抱摔啊，只不过张美璇呢是预判了对方的这个预判啊。恭喜张美璇，咱们下期视频再见。